从他的衣着来看，此人应该就是魂阎王了。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了。原来他真的死在这儿啊！那他旁边这个人是谁啊？魂阎王宁可冒犯死亡之神，也不愿他带走王妃。最后一刻想要留在身边的，一定是最在乎的。我猜，这应该就是王妃吧。 冒犯了。一方霸主无上荣华，终究。 也不过劫灰消解。一泽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什么。谢前辈，既然已获得指环，我们是否……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见到本王不行跪拜之礼？你是魂爷？大胆，竟敢直呼本王名讳！你都已经死了，还摆什么国王的架子啊？死？本王死了吗？本王死了吗？本王千秋万代，与天共存，怎么会死？ 你是要来杀我的吗？如今你无家无国无权无势，我为何要杀你？更何况背信弃义之人，死太容易了。我要让你生生世世困在此地，永不得往生，永不入轮回。想起来了。 就是这枚小小的指环，锁住了本王的魂魄，将本王束缚于这躯体之中。这夺命之神命那只妖兽看管此地，想要生生世世将本王囚禁于黑暗的地下之中。多亏你们的到来。 摘下了这枚小小的指环，使本王重见天日。哦，说了这么多，你不还是死了吗？住口！本王不会死，本王由此获得了重生。我将带领我的万千子民。 冲破结界，重回捐毒国。啊，捐毒国已经没有了，就算你能出去，也看不到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过几缕怨念，执着不散，倒还妄想着永生。住口！区区贱民，竟敢胡言乱语，辱没本王，可笑之极！ 狼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就凭你，岂配做捐毒的一国之主？若非你昏庸无能，我数万捐毒将士怎会白白牺牲？那些无辜的百姓又怎会惨死家园？
我捐毒国又怎会国破家亡？若非雾火罗那个叛徒勾结东省军，图谋造反。住口！我副帅雾火罗戎马一生忠心耿耿，若非你无端怀疑，延误了战机，又岂会被敌军斩下了首级？那你是雾火罗的儿子？我应该称你声叔叔吧？瞧你现在的样子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竟有颜面在这儿大言不惭！住口！本王是宣都国最贤明的君主，受万民敬仰，将永垂青史。宣都一役，侥幸逃生的百姓不过100来人，他们个个恨你入骨，视你为亡国的昏君。你同你父亲一样，觊觎王位，容你造反。今日，本王取你狗命，来祭奠宣都国的国魂。韩国，我会再寻其他机会夺回。
无意呢？狼王呢？无意，走，走！岳兄，无意，岳兄，过来！老王，用你的眼甲护腕。老王，哼，去！大家快走！走！云泽，传送术。好。一泽，这是哪儿啊？小家伙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你不睁开眼睛看看吗？哇，好亮堂啊！我都忘记太阳照在身上是什么滋味了。谢谢你们给我自由，有缘再会。小家伙，切记，勿要……知道知道，我不会害人的。也不要吓唬人。嗯。无意呢？狼王也不在。你们几个，把狼王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谁也别想活着离开。你先冷静一下，不止狼王，无意也不见了。谁知道你们中原人用了什么妖法？想必是刚才那些倒塌的柱子，影响了法阵的传送。以我猜测，岳兄与狼王此刻应该正在一起，不如我们分头去找找。不行，你们几个谁也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喂，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？万一耽误了时间，小叶子他们真的遇到危险怎么办啊？这样吧，这儿的地形你比较熟悉，不如就由你带着我们到处找找。好。老王，你要干什么？其他人呢？不知道，现在只有咱们人。走，跟我回长安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不跟你回长安。小子，别跟我耍花招，乖乖的跟我回长安，对你、对我、对你爹都有好处。然后呢？用寒光去对付我老爹？这寒光剑本来就是我父帅生前之物，现在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。老王，我可以答应你回长安，也可以让我老爹告诉你你弟弟的下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许再向我老爹寻仇。笑话！带你回长安是我跟你爹之间的交易，我和岳少成之间的血海深仇，当然要另行清算，这一码归一码。再说，我此生发过誓，
必定要亲手摘下他岳少城的项上人头，去祭奠我父帅和整个卷都国的亡魂。那就没什么可谈了。这块玉牌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是不是岳少城让你用它来要挟我？你说什么？这是我爹娘给我的护身符，我从小就带着它。从小就带着它？不可能！还给我！告诉我，你今年多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刚满21岁。你的祖先是不是有一块铜钱状的褐色胎记？你怎么知道？岳少城从来就没有告诉过你，这玉牌上图案的寓意。老爹，他没有跟我说过。这是卷都失传已久的瑞兽，寓意为富贵绵长。捐毒，瑞兽。我这一块儿寓意为吉祥安康。你为什么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玉牌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怪不得当初在乐府，韩光一直保护着你，不让我伤你分毫。而后来你试图以韩光伤我，他也止步不前。韩光，我是安金瓦尔，我的父帅是雾火罗，他才是你的剑主。感谢上天，感谢韩光，若非他阻止，你我兄弟早已互相残杀。你说什么？你，卷都大将雾火罗之子，我的弟弟艾利希尔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会是你的弟弟啊？我老爹明明是谁？啊？你为何说不出他的名字？这对玉牌造型极为奇特，乃是你娘当年亲自设计，又请了中原的匠师打造。这世上不可能有第三块一样的玉牌。你胡说！这不可能！铁证如山，你还要否认？这20年来，老爹对我再好不过，我怎么可能不是老爹亲生的儿子？岳少城与父帅常年厮杀，双方死伤将士无数，他们结下的仇还少了吗？掳走你，将你养大成人，再让你认贼作父，他想用这种方式继续羞辱父帅和整个卷都国。你胡说！我老爹不是这种人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如今真相大白，你还这么口口声声这么叫他？父帅泉下有知，他定死不瞑目。老王，无一，你们站住！无一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艾莉希尔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到何时呢？你是艾里希尔殿下。20年前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我以为我安妮瓦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任何亲人，但我当时没有见到你的尸体，所以我曾经有一丝幻想，幻想你还活着，在某个地方
安然无恙，好好的活着。然而，每当有这样的念头，我都告诫自己，不去相信，因为怀有不切实际的愿望，是比彻底失望更为痛苦。没想到，捐毒神灵保佑，父母在天之灵保佑，你真的还活着。一定是哪里弄错了。有玉牌和胎记为证，你的身份绝对错不了。我不逼你现在承认我也不逼你现在与岳少成反目。但岳泉村那些人都是你的族民啊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你不想回去看看他们吗？啊？我们分开20年了，发生了好多的事儿，但是我们好不容易重逢。爹娘在天之灵，绝不希望我们仅仅成为2个路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安里希尔殿下。有玉牌和胎记为证，你的身世绝不会错。你该不是贪恋那人给你的荣华富贵，而不想承认你的捐毒血统吧？你胡说，小叶子才不是那样的人呢！狼王，此事太过突然，就算无意真的是你的亲弟弟，他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。你还是多给他点时间吧。今天你必须跟我们走。安里希尔殿下，你知不知道这些年狼王为了找你，付出了多大代价？你知不知道他的所兵为何？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一个亲人，如果这就是你的决定，我不拦着你。但是，如果下次再找岳少成报仇，我希望我们彼此都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我跟你回月泉村。岳兄，真的？但话要说清楚，就算我跟你是兄弟，我也绝不相信我老爹是你口中那种卑劣之人，也不能因为你的一面之词，就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好，我现在不逼你承认，但终有一日，你会认清事实。谢伯伯。谢伯伯，你们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是先回净水湖，还是……我跟你去月泉村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必须要将这地宫封印。地宫塌陷，此处的结界多少有些松动，这地下的凶灵少了束缚，很有可能跑上来，扰乱杨氏清平。老王，月泉村在哪儿？等封印结束之后，我们去找你。沿着此地，一直往南走，大约1个时辰，你们就可以看见月泉村了。我先回去，告诉族人们你要回来的好消息，再做一番准备。到时候我在村口等你。你放心，既然答应你了，我就一定会去。我信你，回见。
哥哥，这些阴灵被封印之后，是不是就再也无法入轮回了？这也是无奈之举。愿这些亡灵早日得到安息。哎，怎么不见夏公子？哦，刚才咱们出来的时候，一尊好像看到刘月城的祭司，就去追了。他说到时候我们在月泉村直接会合就好了。谢前辈，你找到这枚指环，有没有想起什么？这枚指环若真是我苦苦追寻的那枚指环，为何我看到它却毫无记忆，甚至都不知道它有何用处？谢意哥哥，能不能让我看看这枚指环？哎，怎么会发亮呢？阿软姑娘，你怎么了？阮妹妹，怎么了？于七，这个小丫头竟能令她复苏，这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于七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神剑昭明剑柄在此，尔等竟一无所觉，庸碌之辈，何所与谋？神剑昭明？昭明崩碎之后，便不知其踪。不想其碎片之一竟沉睡于捐毒，且其力衰微至此。神剑昭明与寒光同出一脉，吾见之如见弟兄。为什么刘月城的人会以为我知道昭明剑的所在呢？于七前辈，昭明剑究竟有何厉害之处？昭明乃是天皇伏羲下令所铸神剑，具大异能，可斩断世间一切的灵力流动。斩断一切灵力流动，那岂不是能灭尽世间一切法力连结？不错，这正是昭明之力。奇怪，刚才是怎么回事？小姑娘，你究竟与神剑昭明有何渊源？是这个剑柄吗？若你与神剑昭明无甚关系，他绝不可能如此。可我真的不认得他呀。不认得？小姑娘，吾在剑中分明听闻，你是神龙座下的巫山神女。对啊，我就是巫山神女啊。你区区一介灵体，怎么可能是巫山神女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就是巫山神女啊！上古仙神之力何其广大，怎是你所能比拟？你少看不起人！灵体，前辈，若阮妹妹不慎被昭明所伤，岂不是？不错，届时她的灵力将被打散，恐怕永难复原。文人姐姐，你真的相信他胡说八道啊？我也只是猜测而已啊。望前辈不吝赐教。如若阿阮姑娘不是神女的话，那她又是何灵体所化？无一介剑灵，又如何能够全知万事？你们若想知道究竟，何不问她自己？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？你们真相信他胡说八道啊？仙女妹妹，不管于七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以后还是少接触昭明剑柄，以免被他所伤。我真的就是巫山神女，我才不是什么灵体呢。要不然，先把这昭明剑柄放在仙居图里，等我们安定下来，再慢慢研究。如此也好。有人，是刘月城的人，我去追他，一会儿在月泉村会合。文人，小心啊！大人，属下找到谢意的下落了。在哪儿？你是百草谷的天罡，你是何人？刘月城廉贞祭司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天罡的徒儿。师傅，你们把我师傅关在哪儿了？
哦，看来你对你师父的感情很深。快说，他在哪儿？别着急，我们不妨做个交易。你若如此决绝，你师父的命，我们也不必留了。我师父，他还好吗？你只要告诉我你们在哪儿，或者说谢依在哪儿，我保证你师父毫发无损，回到你身边。你休想让我出卖朋友！这么重要的决定，当然要仔细思量。水晶，你先拿着，我给你3天时间。3天之后，若你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你应该能猜到你师父的下场。你终于来了。恭迎艾丽谢尔殿下。狼王，你快让大家起来，别这样。哎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意思。听说你安然无恙，马上要回家了，都自发的聚集到村口，这都迎候半天了。起来吧。老奴拜见殿下，拜见殿下。大娘，快起来，也别叫我殿下了，我不太习惯。这是安塔大娘，我们的乳娘。艾丽希尔，真的是艾丽希尔吗？全都神明保佑，小艾丽希尔还活着。你一生下来便有安塔大娘照料。捐毒灭国后，我在废墟里找到了她。可惜大火灼瞎了他的眼睛，从小到大都是大娘照料我们，现在也该轮到我照顾他了。狼王言重了，这是老奴的本分。那个时候，你还是个小婴儿，这一眨眼就长大了。艾丽希尔，老奴能不能？小时候，殿下像少妃多一点，容貌比我们西域人长得清秀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将来殿下定是俊美不凡呐。可惜老奴看不到啊。真的跟少妃长得像吗？尤其是眉眼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狼王一直挂念，殿下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啊！好了，大家不要在这说了，走吧，大家都进去啊，走。走。在想什么？谢伯伯，我在想，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从懂事起，我就生长在长安，忽然有一日，有人告诉你，你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可你对这个故乡丝毫没有印象。狼王，月泉村的人，大家都对我很好。我知道，他们把我当做一份子，可是他们对我越好，
我越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份热情。新的身份我还是接受不了，又退不回以前的位置。长安的岳无义，老爹的儿子，这重身份对于我，忽然间格格不入。其实，你也不用急于知道自己到底是谁。我这一生中，也曾无数次变换立场，很多时候都心感彷徨，不知道该如何自处。那谢伯伯是如何找到答案的？没有答案，只能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当你走得足够远时，回头看，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谁，才知道心中所求究竟又是为何。世间之事，从来就没有非此即彼，答案在每个人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你自己才能够体会得到。难道这里就是刘月成祭司的据点？一泽，你还好吗？是不是遇到风沙了，所以一直没来月泉村找我们？大家都很担心你，我们也不会在月泉村常待。收到消息后，尽快回复。岳兄，大可放心，我这儿一切安好。只不过我找到一些线索，或许跟刘月成有关，在下想亲自探查一番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三当家，我们来救你出去。趁现在还没人，赶紧给我走！狼王正在气头上，如果哪天他气消了，那你的性命不是白白搭上了吗？若不是狼王的话，20年前我就死了。现在他要拿回这条命，我也不亏。要是你们被抓住，头秃掉脑袋。三当家的，我们2人并无家眷，既然来劫狱，就没想过留后路。不论浪迹天涯，还是一同赴死，我们都愿追随三当家的。三当家若执意不走，黄泉路上，兄弟俩陪你。狼王，你怎么来了？特木尔阿达劫狱，想把加帕尔劫走。人呢？已经被土秀拦下了。大胆加帕尔！我狼提利邦之时便立下了规矩：我们虽为马贼，不抢穷困，不抢贫民，不抢弱者。加帕尔私自逮捕洗劫邻村，特木尔、阿达叛变劫狱。你们3个人以狼提帮规处置，当众问斩。加帕尔并非怕死之辈，要杀要剐，绝无怨怼。但是我这2个部下，阿达、
特木尔，他们是狼蹄帮最英勇的战士。望狼王念其初犯，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三当家，不用为我们求情，既然做了，就不后悔。加本私自率部去抢劫像月泉村一样穷苦的百姓，你们只是玷污了捐毒的血统。待将来复国大业有成，这会是耻辱的一笔。狼王，你还在做复国梦呢？什么意思？20年的劫掠生涯，你还没意识到吗？我们早就是彻头彻尾的马贼了。哎呀，就是。放下你高贵的王室身段，认清现实吧。你睁眼看看这里的人，他们早已受尽苦难，为的是吃饱穿暖，活下去，并不是什么复国。放屁！我当马贼就是为了复国二字。男子汉顶天立地，岂能只为温饱而苟活？那同蝼蚁草芥有何区别？大家放心，总有一日我会重建捐都，会让大家过上安稳富足的日子。说的对，就是。你这般自甘堕落，不配当我们捐都人。屠修听令。在。拖出去，斩了他们3个的脑袋。狼王还请息怒，看在加帕尔过去的功劳和苦劳，饶他们一命吧。屠修，连你也想违抗我的命令？不敢。动手！住手！艾利希尔，这是我们狼蹄帮中之事，若你要劝我，大可不必。狼王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：当初为何从捐毒废墟中把这些人救出来？他们都是我捐毒族人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救出族人，是为了让他们活下去，可现在呢？你却想要他们的性命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他们机会。加帕尔固然有错，但罪不至死。他跟你一样，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捐毒族民。家不可一日无归，国不可一日无虑。倘若我今日放过他们3个，他日我还有何立场统领狼蹄帮复兴捐毒国呢？中原有句话：道不同，各从其志。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。当初和你一心的那个人，现在也许找到了新的志向，倒不如你放他们离开这儿，让留在你身边的人心甘情愿。你起来吧。我看在艾利希尔的面子上，饶了你们3个。立刻滚出月泉村，不许再回来！等等，你们3个，从今往后，如果胆敢再恃强凌弱，劫掠平民，休怪我手下不留情。欠你的，我会还你。老王，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陪你说说话。我，屠修，加帕尔，成立狼蹄帮之时，我16岁，他俩14，这一转眼18年过去了。
一夕斩断18年的手足情。不管是谁，都会痛心的。岂止是痛心？他加帕尔憋了整整18年，今日终于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可在场的人，还有多少人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？18年，时间太长了，长到足以磨灭一个人的意志，让所有人忘了自己的初衷。复国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只是觉得，你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回来，给他们安了家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？你根本不明白，当时你被岳少成掳走时还是个婴儿，那时的捐毒昌盛一时，被人们称作沙漠中的奇迹。如果你有幸亲眼看见的话，也会和我一样，绝不甘心让他被世人所遗忘，紧紧埋在这黄沙之下。可是你看看，现在的捐毒，只剩下寥寥数百人了。如果他们忘记自己从何而来，这辈子甘心当马贼、当牧民了却一生，用不了几十年，世上就再无捐毒了。我明白了。我所经历的，你未曾目睹，又怎会明白呢？从小我不喜文墨，不弄刀枪，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演术。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一个每天只会跟木头疙瘩打交道的怪人。可是我见过演术真正神奇的地方。虽然我现在不能像谢伯伯那样造出精妙绝世的演甲，只要我不放弃，一切就有可能。唉，老王啊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？说呀，咱们兄弟两个不必扭扭捏捏的。你的左臂是怎么断掉的？20年前，就是那岳少成兵临城下，我身在城外猎场，因此逃过一劫。当我得知捐毒的惨况后，快马加鞭赶回城里，却看到父亲身首异处，母亲殉情而死。当时满地都是尸体，见到的幸存者像是受了极大的刺激，精神恍惚。我跨过一个一个死人，直奔王府废墟。你是去找我吗？我想当时你还小，有可能他们会饶你一命。我在废墟中找了很久，我终于在一个发狂的士兵手中发现了你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不顾一切想把你从他手中抢回来，但是那个发狂的士兵力大无穷，见人就砍。你的胳膊就是被他砍下的吗？他一刀砍下来，我就晕倒了。等我醒来后，左臂就断了，你也不见了。原来你没了左臂，是为了我。当时我以为你遭了难，所以在这20年里，我日日都恨自己无能，我恨自己没能力救下你。可谁成想，是他岳少成掳走了你。老王，我……行了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，不要再提了。我要感谢爹娘在天之灵的保佑，让我们兄弟2人还可以团聚。
文人宇，你主动找我，是打算告诉我了吗？我师父怎么样了？现在仍平安无事，可过了酉时，我便不敢保证了。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文人宇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耗，你师父的命留是不留，自己看着办。我说了，我要先确认他的周全。顶真祭司，你若现在关了水镜，便别想从我口中得到你想要的消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见面。怎么，想跟我谈条件？你们行事诡异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我信不过。你打算如何见面？捐毒遗址西侧的枯树林，你把我师父带来。见到师父，我便告诉你他们的下落。小丫头，希望你别耍花样，否则你和你师父都要死在我手里。狼王，狼王，有一支商队正经过我们的地盘。真的？等了2个月，终于来了块肥肉了。通知兄弟们集合，动作麻利点。是。狼王，你们先去准备，我马上就来。怎么了？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这不2个月了吗？终于来块肥肉，准备把它拿回来。肥肉？你们该不是去打劫吧？是不是打劫？跟我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走了。蹲下，别动，小心点啊！这回这功夫还不错，有别动。兄弟们，手脚的麻利些，早点别动，就吃了。韩古丽，张木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我们狼蹄的地盘抢东西！我以为又来了块肥肉呢，谁想着来了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崽子！睁开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你们脚下踩的是狼蹄的地盘，别坏了规矩。笑话，我们是马贼，讲个屁的规矩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替你爹娘好好教教你。狼王啊，狼王，你知道为了今天，我费了多大劲儿吗？你也不动脑子想想，这些商队为了避开你，不惜远绕屠庐山而行，可今日为什么要出现在你狼蹄的地盘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把屠庐山谷的路给堵了，逼他们走你的地盘上，设好了陷阱等你钻啊！卑鄙小人！马贼嘛，那又怎样？从今天开始，西域沙漠上不再有你们狼蹄，只有我们鹰骑。放箭！
张木纳，我今日心情好，放你。识相的，带着你的人滚！老王，你觉得你有把握吗？张木纳，如果你再不走，就像你说的，从此西域大漠，只有我们狼体，没有你们鹰体。算你狠！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，大当家的！怎么样，二当家的，你想跟他一样吗？这笔账我记下了，老王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我等着你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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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了！干！来，加蓬儿，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次呢，就当我欠你个人情。老王，别这么说。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吗？我还欠你条命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当哥的亏欠你。既然是兄弟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？来，来，干！对了，韩古丽，这次怎么没有碰见阿里木老爹？哦，阿里木老爹得了风寒，所以这次买卖也没有参加。我们选错了路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遇上了鹰旗。不知道为什么遇上鹰旗？啊！要不是鹰旗把所有的路都堵上了，你几个月没来我们狼蹄地盘了。这次是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，如果下次，狼王特地赶过来，不是为了打劫，而是为了从鹰旗手里面救人的。啊？哦，早听说过西域狼王慷慨仗义、劫富济贫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这次呢来西域，就是为助狼蹄改头换面。从今天开始，狼蹄不再劫掠，而是改成护送商队营生。等，埃里希尔殿下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狼蹄从今往后，不再掠夺商旅，还是去保护商旅？对，没错。哎，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老王，中原人有句话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如果遇到问题还不变通的话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哎，你看啊，我也知道，这个当马贼不是正经营生。我自己一个人怎么都好说，可月泉村这么多老弱妇孺，如果断了这个营生，那粮食怎么解决啊？老王，若是当马贼行得通的话，你和加帕尔还会有矛盾吗？这不是一回事儿。西域马贼帮派众多，正是因为帮派多，所以过往的商旅越来越少。现在还能为继，可再过个3、5年呢？狼蹄在西域赫赫有名，消息传开了，就会有商旅自己找上门来。到时候族人衣食无忧，你们也不用再拼命去夺财了。老王，你若想光明正大的光复捐毒，眼下正是个好机会。你们俩的意思呢？狼王，您来做决定吧。行得通。那好，从今往后，这个护送商队就交给你们2个了。好。来，为了捐毒族民，干一杯！来，干！
昭明乃是天皇伏羲下令所铸神剑，具大异能，可斩断世间一切的灵力流动。那岂不是能灭尽世间一切法力连结？果真如此，昭明剑真能斩断世间一切灵力连结。想不到当年我已经找到了除掉丽婴的办法。谢伯伯，谢伯伯。谢伯伯，我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？哈，无妨。有事找我？啊，有样东西想给你看一下。啊，进来说。怎么吞吞吐吐的？谢伯伯，你看。这只岩甲鸟是你自己做的？这只岩甲鸟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了，我想靠自己努力把它做出来。无疑，我说过，你在演术方面有很高的天分，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演术上有多高的天分，我只知道这是我想做的事情。一次两次不行，那我就试很多次；一年两年不行，我就用10年、20年，哪怕是一辈子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演术还不够精湛，术法根基也不是很好，而且还有很多缺点，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谢伯伯的弟子。但是谢伯伯，拜你为师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梦想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谢伯伯不收我为徒，肯定是有自己的考虑。只要你知道，我一直在为此事努力就行了。或许你我之间的缘分，不只是同路而行那么简单。谢伯伯，你因我而成演师，又学了我的演术。你自己也说过，我与你有半世之缘。谢伯伯，你是肯收我为徒了吗？我能不能收你为徒，就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了。看我自己。哇，好大的雪山啊！以前怎么没见过？这是我为这次考核特意设下的虚景。啊？考核就在雪山上？从山脚到山头，会有3关考核。如果你能够顺利通过，就能拜我为师了。爬山啊，这么简单？不可掉以轻心。山脚温暖如春，山腰萧瑟如秋，山顶则严寒如冬。考核的难度也会逐步增加。此处虽是虚景，但你的人却是真真实实的，受到的伤害也是真真切切的，所以还请小心应对。明白了。这是关于演师的考核，所以你不能使用与演术无关的武器。岩甲鸟能带人飞，也不能使用。那连寒光也用不了了？是的。哦。一路上你会面临不少的麻烦和困难，这把岩甲木剑就留给你防身吧。好，那一会儿山顶见喽。
是哪儿？不会说话的。该不会是谢伯伯给我设置的难关吧？哼，看来今天不打败你，我是过不去了。哟，还会学我动作呀？试试我的招式吧。还有结界！可恶！无论出什么招，他都能马上学会。受了伤还不会流血，该怎么打？好好想想，一定有办法。好！想不到吧？结界啊，是由灵力和磁场编织的一张大网，黑磁石可以干扰磁场，从而破坏灵力流动的稳定性。就算你能模仿我的动作，模仿我的招式，但是你没有我聪明。
谢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无意，你做得很好。这是我的虚影，你每过一关，就能见到我。那这么说，我已经过了第一关了。嗯。其实，我刚才耍了滑头。刚才那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人，论实力的话，我肯定打不过他。这便是过关的原因。啊？演术一途不同于其他法门，再强大的实力，再高深的修为，到头来都只能做辅助。唯有一个智字，才能让人走得更长远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谢伯伯是要告诉我，以暴制暴，最终只会落于下场。你很聪明，具有成为演师的智慧。下一关更加凶险，多加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去吧。谢伯伯第二关，不会是想考验我的御寒能力吧？要是文人在就好了，他会火术法术，还会点个火取个暖。文人的暴脾气，惹他发个火，还能暖和一阵子。金刚。金刚，火冲天！还是我的金刚好，啊！咱们爷儿俩相依为命啊，金刚！暖和的差不多了，啊！金刚，变！金刚，你好暖和呀，咱们走。哎呀，冰层约3寸厚，桥长约6丈，能够承受的重量大概是10斗米，跟我的体重差不多。可如果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就过不去了。谢伯伯说过，这雪山是虚构的，可承受的伤害却是真真实实的。如果不带上金刚的话，恐怕咱们爷儿俩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。就算金刚放回岩甲包里，也是一样的重量。金刚，再试一次。
赌一把。谢宝宝，你醒了？嗯？你没事吧？你不是虚影，是真的谢伯伯。难道是谢伯伯救了我？我说过，第二关非常凶险。可是我失败了。谁说你失败了？可是我从冰桥上掉下来了，虽然大难不死，但是也没登上山顶啊。我何时说过要登上山顶才算过关？啊，金刚！啊，谢伯伯，谢谢你。金刚陪了我10几年了，要是他被摔坏的话，我会难过死的。无意，其实第二关你无需走过那冰桥，只要有一颗人心就可以了。人心？君子以仁存仁，仁者爱人。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，不抛弃朋友，不损人利己。眼术可造福于人，也同样是伤人的利器。唯有保持一颗人心，才可以看清心之所向。无论我是否可以闯过第3关，谢伯伯说的这些话，我都会记住的。还有这些道理，无意受益终身。无论怎么了？没信心了？谢伯伯的眼术和见识，都比我强太多了。哦，怎么我对你却很有信心呢？无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谢伯伯，第3关是什么？第3关，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眼甲蝎？该不会让我和他打吧？不好吧？你说万一我出手过猛，把他打坏了，那不是对你不敬吗？你是怕把他打坏呢，还是怕打不过他？